最近打开电视，大家一定都被中东的新闻洗版了。美国跟以色列联手，发动了代号"史诗怒火"跟"咆哮雄狮"的军事行动，直接把统治伊朗快37年的最高领袖哈米尼，还有他底下那一票革命卫队的高官，全部一波带走送去见真主了。很多人问我，这不就是中东的黑帮火拼吗？跟我们台湾又有什么关系？我必须说，这关系可大了。国际政治就像一个巨大的撞球台，你在中东撞了一颗球，最后进洞的可能就是在亚洲的台湾。今天我们不仅要拆解美以联军是怎么做到精准打击，还要告诉你为什么这场仗让北京的习近平吓出一身冷汗，而台湾又即将面临什么样的致命危机。我们先来看看这场被称为教科书等级的行动是怎么打的。你要干掉一个拥兵自重、地下碉堡挖的比谁都深的黑帮老大，你以为是拿着西瓜刀直接冲进去砍吗？现代战争打的是多领域联合作战。第一步，拔监视器、剪电话线。美国网络司令部跟以色列情报局摩萨德先发动骇客攻击，瘫痪伊朗的通讯，让他们瞬间眼瞎耳聋，连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。第二步，摸透你的生理时钟。情报单位早就骇进伊朗的街头监视器，这些高官几点上班，走哪条路，保镖几个人，早就摸得一清二楚，甚至在伊朗政府内部安插了内鬼，这根本是把别人家当成自己家厨房在逛。第三步，挑你最松懈的时候下手。为什么挑礼拜六早上？因为伊朗是伊斯兰国家，周末是休星期四及星期五，礼拜六则是他们的第一个上班日。以色列算准了这群高层会聚在一起开周会，直接用 B-2逆中轰炸机和战斧巡弋飞弹把他们一网打尽。表面上，美国的理由是阻止伊朗发展核武，切断恐怖分子的金流，但背后真正的利益是什么？是以色列极度的生存焦虑。他们发现伊朗的地下核设施挖得太深，再不打就炸不穿了。加上沙烏地阿拉伯在背后疯狂游说，警告美国如果不动手，伊朗势力会无比壮大。这就是逊尼派与什叶派为了抢夺中东地盘的终极算计。中东黑帮老大挂了，关中国什么事？他们现在可是满头大汗啊！中国表面上声援伊朗，谴责美国，但私底下其实面临着3大致命风险。风险1，战略资产被拔除，中东又没了。中国本来把伊朗当成牵制美国的完美诱饵，只要伊朗在中东闹事，美国就必须把航母、战机留在波斯湾。中国在印太地区，包括台海的压力就小很多。现在诱饵被打残了，美国一旦从中东抽身，矛头会转向哪里？自然就是亚洲了。风险2，经济与能源命脉被掐住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，而伊朗扬言报复要封锁荷姆兹海峡，全球20%的石油跟天然气都要经过那里。中国现在正处于“15+5”规划的关键期，国内面临青年高失业率、房地产崩盘、零工经济危机。如果这时候油价飙破$200，引发严重的输入性通膨，中国的经济跟社会稳定会瞬间炸锅。所以中国现在只能在台面下偷偷拜托伊朗，大哥，你报复归报复，千万别打运油的船啊！风险3，解放军内部的极度恐惧，这点则是最为关键。美以联军这次展现出来的情报渗透能力，让中共军方看了冷汗直流。你以为你的防空洞很深？你以为你的行踪很隐秘？以色列连你几点开会都知道。中共军报最近还为此发出警告，要求每个人都要保持警惕，就怕中国内部也像伊朗一样早被渗透光了。而且，习近平最近才刚对军队高层，包含张又侠等进行大清洗，军队指挥系统大地震。在这种军心浮动，又看到美军这种降维打击实力的情况下，中国领导层对发动全面战争绝对会变得更加忌惮。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也最切身的问题了。既然中国内部压力这么大，解放军会不会为了转移伊朗的压力，或者转移国内的经济不满，在台海搞事？在国际政治学里，这叫做转移性冲突，意思就是国内搞不定，就去外面打一仗来激发民族主义。但以我的角度来看，解放军立刻全面犯台的几率其实没有那么高，毕竟风险太大了。刚才说过，解放军高层刚被清洗，加上看到美军的火力展示，现在打全面战争等于是拿政权的存续在赌博。但是不打全面战争，不代表台湾就安全了。台湾现在正面临3个极度危险的绞索效应。第一重危机，美国弹药库见底。我们现在面临的真实危机是，美国为了拦截伊朗的报复攻击，
疯狂消耗爱国者与标准3型等高阶拦截飞弹，导致美军自己都陷入弹药见底。当美国军工产能根本补不上前线的消耗速度时，台湾原本就面临交货塞车的防卫物资，取得时间势必面临更严重的延迟风险。第二重危机，灰带战术与锁岛演习常态化。中国不打热战，但他用演习勒死你。大家看去年底到今年的解放军演习，例如正义使命2025和海峡雷霆2025A， 他们现在不只过中线，演习区域直接压到距离台湾海岸线24海里的临街区，甚至火箭炮直接往海里打。他们还模拟封锁基隆港、高雄港，并由南部战区的海南号2栖攻击舰从台湾东部包抄。中国的目的很明确，趁美国陷入中东泥沼，把武装封锁台湾演练成既成事实，切断台湾的能源生命线。第三重危机，每天263万次的网络战争，而这才是正在发生的战争。根据国安局报告，中国网军现在每天对台湾的关键基础设施发动高达263万次骇客攻击，而且目标精准锁定台湾的能源与医疗系统。他们用 Low-Tol 的技术潜伏在我们的网络里，万一哪天台海局势升温，他们不需要派飞机来炸，只要在键盘上按个 Enter， 让台湾大停电，医院大停摆，社会内部就会在第一时间崩溃了。总结来说，美伊战争这颗球撞下去，台湾绝对无法置身事外。中国面临着经济与军事的双重焦虑，而美国面临着战略过度扩张与弹药见底的窘境。在这场大国的极限博弈中，台湾最危险的就是成为被交易的筹码，或是被中国用封锁加网络战给逼上绝路。那身为普通人的我们能做什么？第一，顾好你的荷包。中东战火一定会推升通膨跟能源价格，台湾有 97% 能源仰赖进口，要有物价上涨的心理准备。第二，提升民防意识，去了解你家附近的防空避难所在哪里，准备好紧急避难包，也可以参加民间防卫训练，学会急救与应变。第三，防范认知作战，未来一定会有大量的美国抛弃台湾、台湾赶快投降等等的假讯息在网络上乱飞，保持冷静，不要被敌人的资讯战给分化了。第四，增加自身实力，达成威慑效果。你要阻止独裁者发动战争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透过强大且先进的防卫实力，让他清楚计算出打你的代价太高，他绝对承受不起。很多人有一种迷思，觉得台海一开打，美国航母战斗群就会像好莱坞电影一样，瞬间神兵天降来救我们。我们来看看真实的地理与军事数据。中国大陆距离台湾只有区90英里，但台湾距离美军的关岛基地有1700多英里，距离夏威夷甚至超过5000英里。这种地理上的降维打击，意味着当解放军发动突袭时，他们可以迅速将大量兵力投射到台海。而美国如果要在短时间内集结足够的地面部队来保卫台湾，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。更可怕的是什么？是中国这些年拼命发展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。解放军拥有庞大的防空系统，超过140具被称为关岛快递的 DF-26中程弹道飞弹发射器，还有各种超音速反舰飞弹与无人机。在这种密集的火力网下，美国的水面舰队如果硬闯台湾周边，将面临被击沉的巨大风险。唯一能以较小损伤进入战区的，可能只有美军的核动力潜舰，但潜舰装载的弹药量有限，每艘大约只有25枚鱼雷和12枚反舰飞弹，根本无法凭一己之力全歼数千艘的中国2栖登陆舰与征用的民兵商船。所以结论是什么？在战争爆发的第一时间，台湾必须靠自己扛住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大力投资不对称防御能力，包括感测器、水雷、无人机、机动飞弹发射车、反舰飞弹与防空系统。只有我们自己手里有足够的先进武器，能把解放军拖入泥沼，才有可能撑到国际社会的资源。危机总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刻降临。面对无情的战火，唯有时刻准备、武装自我，才是保护家园的唯一途径。这正是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完成军购的原因，让先进武器及早到位，不仅是为了提升战力，更是为了让台湾拥有真正守护自己的力量。国际社会讲的不是道义，是实力与利益。台湾唯有展现出坚强的防卫意志，才能在这场全球风暴中稳住自己的阵脚。今天的深度分析就到这边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。我们下次见。